我们平常进寺院山门，第一个殿往往就是天王殿，迎面坐着一位袒胸露腹、笑口常开的大胖子，大家都叫他弥勒佛。逢年过节去烧香，总爱摸一摸他的大肚子，讨个欢喜自在的好彩头。可是很少有人停下来想一个问题：这位被称作未来佛的弥勒菩萨，他现在究竟在哪里？为什么他不立刻下生成佛，偏要住在一个叫兜率天的地方等着？释迦牟尼佛既然已经给他受了记，为什么不安排他马上接班，非要让他在天上等上56亿7千万年呢？要把这件事说透，就得先从佛教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讲起，叫一生补处。很多人听这个词觉得玄，其实说白了就是最后身菩萨，下一辈子必定成佛，是佛的接班人。我们常说修行成佛要经过3大阿僧祇劫，时间长得没法算，中间的阶位一层一层，从初发心到实信、实住实行、实回向，再到实地菩萨。实地之后还有等觉妙觉，等觉就是菩萨的最高果位，和佛的智慧已经差不了多少，就差最后一品无明没破。像文殊、普贤这些大菩萨都是等觉位，等到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断掉，正得金刚玉定，就是妙觉，也就是圆满成佛，成为一个世界的教主。弥勒菩萨就是这样一位等觉菩萨，是贤劫千佛里的第5尊佛，也是释迦牟尼佛之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下一任佛。说起来，他和释迦牟尼佛还是老同参，无量劫前一起在宝藏如来座下发愿修行。2个人是同学，只不过释迦牟尼佛比较精进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所以先一步成佛。弥勒菩萨偏重于修，慈心3昧行愿上各有侧重，所以晚一步成佛，先在兜率天等待因缘成熟，这就叫一生补处。这一生在天上当菩萨下，一生到人间就示现成佛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3界那么多天，欲界有6天，色界有18天无色界，还有4天清净的净土，也多得是。为什么一生补处菩萨偏偏都把最后一站选在兜率天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成佛之前，也是在兜率天为天主，然后才降生下到人间。这不是巧合，也不是谁的私心安排，而是娑婆世界教化众生的一个必然规律，背后有很深的道理。首先，我们得先搞清楚兜率天到底是个什么地方。佛教把宇宙分成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3界，我们人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都在欲界的最底层，再往上还有6层天，叫6欲天。从下往上分别是4天王天、忉利天、虚焰摩天、兜率天、乐变化天、他化自在天。兜率天正好在第4层，是欲界天的中心位置。兜率是梵文的音译，翻译成中文是妙足，也叫知足天，意思是这里的天人福报微妙圆满，对5欲的享受恰到好处，懂得知足，不会过度放逸。很多人以为天界都是清净修行的地方，其实不是。欲界天的众生依然有饮食、男女的欲望，和我们人世间本质上是一样的，只是福报大，寿命长，境界庄严得多。比如4天王天的一天等于人间50年，他们的寿命是500岁，算下来人间就是900万年。越往上的天寿命越长，欲望也越淡薄到了。兜率天一天等于人间400年，天人寿命4000岁，换算成人间的时间就是56亿7千万年，正好就是弥勒菩萨在兜率天等待的时间。兜率天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分成内外2院，外院和其他欲界天没什么两样，是普通天人享福的地方，宫殿园林、天女伎乐，5欲的享受一应俱全。可是在外院的中心有一处独立的境界，叫兜率内院，也叫善法堂，这才是真正的弥勒净土，是一生补处菩萨说法的道场。这件事在《佛说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》里讲得非常详细。
兜率内院是七宝所成的宫殿，高广庄严，处处有宝树宝池莲花，风吹过树叶，自然发出苦空无常无我的法音，连宫墙柱子乐器里都在演说大乘佛法。往生到这里的众生时时刻刻都在闻法，决定不会退转。弥勒菩萨就在这座内院里为无量天人和诸大菩萨讲经说法，主持这个巨大的禅堂。所以你看，弥勒菩萨的身份很有意思。对外他是整个兜率天的天主，享受天王的福报，天女眷属，围绕一片富贵享乐的景象。对内他在核心的内院里是说法的菩萨，内心一切无助，彻底清净。外现天王身，内行菩萨道，在五欲炽盛的欲界天里开辟出一片不退转的修行道场，这才是真正的菩萨境界。不是躲开欲望去清净，而是身在欲中而不染欲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应该能品出一点味道了。为什么补处菩萨不住色界无色界的清净天，偏偏要住在欲界的兜率天？因为他要度的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欲界众生。色界天的众生已经没有男女欲望，禅定功夫很深，和我们人间的因缘浅。无色界天就更不用说了，连色身都没有，纯是精神境界，和我们的世界隔阂更大。只有兜率天处在欲界的中心，上连着上层的天界下，对着我们人间和娑婆众生的缘分最深下生成佛的距离。最近就好比一个老师要到山里的村子去教书，他不会住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城市，而是会选在离村子最近的镇上落脚，既方便自己准备，也方便随时下山。兜率天就是这个镇，是佛下生人间的中转站和预备站。释迦牟尼佛是这样，弥勒菩萨也是这样，过去未来一切在娑婆世界成佛的补处菩萨都是这样。这不是谁规定的，是教化的因缘自然形成的，而且还有一层深意。兜率天教知足天修行菩萨道，尤其是在欲界度众生，最重要的一个关口就是知足。众生之所以在欲界里轮回，就是因为欲望永无止境，有了还想再有，多了还想更多，永远不知足，所以被五欲牵着走。而补处菩萨示现住在知足天，本身就是一种教育，告诉一切众生，欲乐不是罪过，但要懂得知足。在欲界里修行，不是要消灭欲望，而是要做到知足而不执着。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有个误区，觉得学佛就要什么都不要，就要躲到深山里去，就要厌离世间。其实真正的大乘菩萨道不是逃避，而是转化。弥勒菩萨就在欲界的中心当天王，照样享受五欲，可是他的心不被欲望困住，反而用这个天王的身份度化无量的天众。这才是真正的大隐隐于朝，在最热闹最享福的地方做最清净的佛事。讲到弥勒菩萨的形象，我们还要打破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认知。现在寺院里供的那个大肚子笑佛，其实不是弥勒菩萨的本来样子，那是他的化身。这位化身是唐末5代的一位僧人，法号叫弃此。因为整天背着一个布袋子化缘，大家都叫他布袋和尚。这位布袋和尚来历很神秘，没人知道他是哪里人，姓什么，什么时候出的家。他整天疯疯癫癫，背着个布袋到处走，见什么就往袋子里装。有人问他什么是佛法，他也不说话，把布袋往地上一放，插着手站着笑。你要是懂了，当下就悟了；不懂，他就把布袋往背上一扛，转身就走。他圆寂的时候留下一首偈子：弥勒真弥勒，分身千百亿，时时是时人，时人自不识。大家这才知道，原来这位疯和尚是弥勒菩萨的化身。他还有一首很有名的诗：一钵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，赌人青眼少，问路白云头。你看这个境界多潇洒自在。后来中国人觉得这个形象太亲切了，
太符合老百姓心里欢喜、包容、知足的感觉，于是就都照着布袋和尚的样子塑弥勒像，慢慢就成了传统。其实弥勒菩萨的本尊像和观世音菩萨一样非常庄严，微妙是天人的相好，不是大肚子的样子。这就是菩萨的方便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。中国人喜欢欢喜接地气的形象，他就现一个布袋和尚的样子，和大家结欢喜缘。说完了形象，我们再回到兜率天的话题。历史上有一件非常有名的事，能证明兜率内院真的是说法的道场，就是无住菩萨做瑜伽师地论的典故。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，大概800年，印度有一位高僧叫无住，他一开始修小乘的空观，修了很久，总觉得不究竟，心里有很多疑问解不开。他听说弥勒菩萨在兜率天说法，就发了大愿，一定要亲自见到弥勒菩萨，当面请教。于是他就到鸡足山去苦修入定很多年，可是一开始连菩萨的影子都见不到他，甚至一度灰心到想自杀。后来遇到一位阿罗汉指点他，教他修观想，他才又坚持下来。就这样修了很多年。有一天夜里，他在定中感应到弥勒菩萨放光加持自己的一生身，随着菩萨的光明，一下子就升到了兜率天的内院。到了内院一看，那里的庄严境界真是人间想象不出来的。诸大菩萨海会云集，都在听弥勒菩萨讲法，无住菩萨就在那里跟着弥勒菩萨学习，听他讲唯识的道理，讲菩萨修行的各个阶位。因为兜率天的时间和人间不一样，天上很短的时间，人间就过了很久。无住菩萨每天晚上入定，升到兜率天听课，天亮了出定，就把晚上听到的内容记录下来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最后整理出了一部100卷的煌煌巨著，就是《瑜伽师地论》。这部论是整个唯识学最重要的根本经典，把从凡夫到成佛的整个修行过程分成17个地，一步一步讲得清清楚楚，细致得不得了。现代很多学者不相信这个事，说这就是无住自己写的假托弥勒菩萨的名义。其实这个问题没必要争论，信的人自然信，不信的人你说破嘴也没用。我们只看这部论点的内容，那样缜密的体系，那样深细的观行，不是一般人能凭空写得出来的。而且唯识宗代代相传，就是这么个来历，这是法脉的传承。无住菩萨还有个弟弟叫天亲，也叫世亲菩萨。这位弟弟早年学小乘佛法，学得非常好，而且特别反对大乘，觉得大乘非佛说，还写了很多文章毁谤大乘。后来他慢慢接触到大乘的经典，又受了哥哥的影响，一下子开悟了，知道自己过去造了很大的口业，毁谤大乘佛法，这个罪过很重。他特别后悔，甚至想把自己的手砍掉，或者自杀来谢罪。无住菩萨就呵斥他说，你这是愚痴自杀，能消业吗？只会增加罪障。他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，譬如行路因地而倒，因地而起，就像人走路在地上摔倒了，难道还要在地上躺着不起来吗？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啊！你过去用笔毁谤大乘，现在为什么不用笔来弘扬大乘呢？天亲菩萨一听，当下就醒过来了。从此以后，他转而弘扬大乘佛法，写了很多大乘的论著，成为唯识宗的一代祖师。他们兄弟2个人最后都发愿往生兜率内院，亲近弥勒菩萨，将来跟着弥勒菩萨一起下生度众生。像这样发愿往生兜率天的修行人，从古到今太多了。古代印度的很多大论师，中国的很多高僧都走这条路。近代最有名的，比如太虚大师，他一生倡导人生佛教，改革中国佛教，他就是专门弘扬弥勒净土的，甚至还创立了慈宗，以弥勒菩萨为宗主。还有台湾西指的慈航法师
圆寂之后肉身不坏，他也是一辈子发愿往生，兜率天，跟着弥勒菩萨下生。很多人只知道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知道往生兜率。内院也是一条非常稳妥的路，甚至有学佛的同学开玩笑说，这是个偷懒的法门。西方极乐世界太远了，要横超3界，得念到一心不乱才行。兜率天还在欲界，和我们同一个世界路程近，门槛也相对低一点。这话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。根据《弥勒上生经》的说法，想要往生兜率内院，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信愿坚定，修持善业，发愿跟着弥勒菩萨修行，将来一起下生度众生。它不像西方净土那样，必须达到很深的禅定功夫。当然，也不是说随便念念就能去，还是要持戒、修善、发菩提心。但是因为它还在欲界，和我们的习气比较接近，对于很多放不下世间善法，又发愿将来回入娑婆度众生的人来说，确实是一个非常相应的选择。禅宗有句话形容这个法门，叫蚂蟥钉上路，你上天来，我上天。就像蚂蟥钉在水鸟的腿上，水鸟飞到哪里，它就跟着到哪里。我们只要牢牢抓住弥勒菩萨的愿力，他在兜率天，我们就跟着去兜率天。他将来下生成佛，我们就跟着他，下生到人间做他的弟子，在龙华三会里听法悟道。这是一种很善巧的发心。当然也有人说，兜率天是欲界天，外院有5欲，万一往生到外院被天乐、天女迷了，不想修行，反而堕落了怎么办？其实这个担心是多余的。弥勒上生经里说得很明白，只要你发愿往生，弥勒内院命中之后，直接就升到内院，不会在外院停留，而且一旦往生就决定不退转，直到成佛。那些说容易被欲乐迷了的说法，是不了解经典的误解。说到弥勒菩萨下生，就牵扯出另一个大家很好奇的问题，他到底什么时候才来？为什么要等这么久？很多民间的教派动不动就说弥勒佛已经下生了，末劫到了，弥勒菩萨要来救度世人了，从古代一直说到现在。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弥勒下生还早得很。佛经里讲，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寿命是增减变化的。最开始的时候，人的寿命是84000岁，身高也很高。然后因为众生的恶业越来越重，每过100年寿命就减1岁，身高也减1寸，这样一直减到人寿。只有10岁的时候，就是人间最糟糕的时候，小三灾就来了。小三灾，刀兵劫、疾疫劫、饥疾劫。刀兵劫就是战争，那时候人心特别坏，互相看不顺眼，拿起什么东西都能当武器，互相残杀，几乎死的只剩几万人做人种。疾疫劫就是各种怪病流行，无药可医，病死的人遍地都是鸡。劫就是闹饥荒，天上不下雨，地里长不出粮食，大家饿肚子，吃草皮树根都活不下去。这3个小灾过去之后，剩下的人开始慢慢反省，觉得还是要行善，不能再作恶了。于是人心慢慢转善，每过100年，寿命又增加1岁，身高增加1寸，这样一直增，再增回84000岁。等到人寿又回到84000岁，天下太平，物产丰饶，众生福德深厚的时候，弥勒菩萨才会从兜率天下升到人间，示现成佛。你算一算，从减到10岁，再增回84000岁，一来一回要多少年？这还只是一个小劫的时间。所以说56亿7千万年是按人间的时间算的，在兜率天看来就是4000年，也就是他们天寿的1辈子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人寿大概是70多岁，还在往下减的阶段，离最低点的10岁还有很长时间，离再增回84000岁就更远了。所以弥勒佛下生是非常遥远的，未来的事不是现在。可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从汉末到元明清
总有各种民间组织、秘密帮会打着弥勒下生地旗号起事呢？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了。中国的民间社会一直有很强的救世主情节，一到天下大乱、民不聊生的时候，就会有人站出来说：三七末节到了，弥勒菩萨要下生度世了，大家跟我走就能得救。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，到后来的白莲教，再到元朝末年的各路义军，多多少少都借用过这个说法。最有名的就是朱元璋，他年轻的时候穷得没饭吃，跑去黄觉寺当和尚，后来化缘都化不到，快饿死了，就去参加了当时的红巾军。红巾军信奉的就是明教，也叫光明道，核心思想就是光明终将战胜黑暗，弥勒下生，明王出世。朱元璋后来打下天下，定国号为明，就和这个渊源有关系。到了清朝，什么天地会、洪门青帮、红灯照、义和团，大大小小几十种民间组织，几乎都或多或少借用过弥勒下生的典故。他们把佛教里的结束思想和民间的反抗诉求结合起来，用未来佛降世的说法来凝聚人心。这也从侧面说明弥勒信仰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力有多大，早已超出了佛教本身，成了一种深入民心的文化符号。当然，这些都是世俗层面的演变，不是佛法的本意。真正的佛法里，弥勒下生是一个自然的因缘过程，不是来拯救谁、推翻谁的。众生的共业转了，人心向善了，福报够了，佛自然就出现了。众生业力重的时候，就算佛来了，大家也看不见，也不信。说到这里，我们还要再往深一层讲，刚才说的都是事相上的，兜率天是佛在事相上给我们讲的净土，可是在佛法的究竟义理上，兜率天在哪里？弥勒菩萨又在哪里？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安排？他在那里等待这个安排，到底是佛的安排，还是自性的安排？这就要说到维摩诘经里的一段公案了。有一次，维摩诘居士生病了，释迦牟尼佛想派弟子去探病，先派了舍利弗、目犍连这些大阿罗汉，一个个都不敢去，说以前都被维摩诘居士教训过，辩不过他。后来佛又派弥勒菩萨去，弥勒菩萨也说我也不敢去。为什么呢？弥勒菩萨说，有一次我在兜率天为，兜率天王和他的眷属们讲不退转地的修行法门，正讲着，维摩诘居士忽然就来了，当场就问了我一个问题，把我问住了。他问弥勒，世尊给你授记，说你一生当中必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问你，你是用哪一生得到这个授记的？是过去生、未来生，还是现在生？你看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锋利。大家都说弥勒菩萨是一生补处，再过一生就成佛。维摩诘就抓住这个一生来问，你说的这一生到底是哪一生？如果说是过去生，过去生已经灭了，不存在了；如果说是未来生，未来生还没来，也不存在；如果说是现在生，现在生也停不住。你刚说现在它就已经变成过去了。然后维摩诘居士接着说，如果说你是用无生得到授记的，那无生就是诸法的正位，在这个正位里，既没有授记这回事，也没有成佛这回事，也没有什么一生补处。云何弥勒受一生记乎？到底是谁受了这个一生成佛的记呢？这一下就把事情从现象界拉到了本体界。我们普通人听佛法都着在相上，有一个弥勒菩萨，有一个兜率天，有一个未来要成佛的时间，有一个受记的仪式，这些都是佛为了方便度化众生，按世俗谛讲的。可是从圣义谛上讲，从诸法实相上讲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也没有现在，没有生，也没有灭，没有能受记的佛，也没有受记的菩萨佛。当年给波斯匿王讲过一个道理，说你3岁的时候见过恒河，
你62岁再看恒河，你身体变老了，眼睛花了，可是你那个能看见恒河的见性，有没有变老？有没有变过？波斯匿王说没有，从来没变过。这个能见之性，这个能知之心，它不在时间里，也不在空间里。我们的身体有生老病死，我们的念头有生住异灭，可是我们的本性从来没有生过，也从来没有灭过。过去的你不是你，现在的你也不是你，未来的你也不是你。可是那个能知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他，一直都在。僧肇法师写过一篇《物不迁论》，里面引用庄子的话叫“交臂非故”。两个人在路上擦肩而过，就胳膊碰一下的功夫，两个人都已经不是刚才的那个人了。我们身上的细胞时时刻刻都在新陈代谢，每过10几年，全身的细胞就全部换一遍。我们的念头一个接一个，前念刚灭，后念又生，从来没有停过。所以说生老病死就在一刹那，我们以为有个从小到大的过程，其实当下这一念就同时具足了生老灭。佛说时时一生一老一灭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懂了这个道理，你才懂什么叫无生法忍。不是有个东西叫无生，你去得到它，而是一切法本来就不生，本来就不灭，你安住在这个本来自性上，不动不摇，就叫无生法忍。所以维摩诘居士问弥勒菩萨的，其实就是这个。你如果真的证得了无生法忍，那还有什么一生可言？还有什么受记可言？真正的受记不是佛摸着你的头告诉你什么时候成佛，而是你自己悟了，知道自性本来是佛，本来不生不灭，这才是真正的受记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再回头看最开始的问题，弥勒菩萨为什么住在兜率天？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安排他在那里等待？从事相上说，是因为兜率天在欲界中心，是补处菩萨的常居处，方便下生度化娑婆众生，这是教化的因缘。从理体上说，兜率天不在外面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知足就是兜率天，慈悲就是弥勒菩萨，当下无生就是内院。你如果当下能做到知足常乐，对五欲的享受不贪著，那你当下就在兜率天。你如果当下能发起大慈心，善待一切众生，那你当下就见到了弥勒菩萨。你如果当下能悟到诸法不生不灭的本性，安住不动，那你当下就在兜率内院，就在听弥勒菩萨说法。很多人学佛总在等佛来等往生净土，等未来佛下生，其实不用等，佛不在过去，不在未来，就在当下这一念。兜率天也不在天上，就在你知足的那一刻。我们说弥勒菩萨代表慈氏，慈就是与乐，给众生快乐。真正的快乐从哪里来？不是从欲望里来，是从知足里来。兜率天叫知足天，这就是弥勒法门的核心。修慈心，修知足。你看布袋和尚的形象，大肚子笑嘻嘻，什么都能装，什么都不计较，这就是知足，这就是慈悲。他背着个布袋，你问他佛法，他把布袋一放，放下就是你不懂。他背起布袋就走，提起来也可以提得起，放得下，知足常乐。这就是弥勒菩萨给我们的教诲。所以说释迦牟尼佛安排弥勒菩萨在兜率天等待，等的不是时间，等的是我们众生的善根成熟，等的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慈悲和知足发芽。当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懂得知足，都心怀慈悲的时候，不用等56亿年，当下就是龙华三会，当下就是弥勒下生。我们现在学佛，不用好高骛远，不用总想着去很远的净土，也不用总等着未来的佛，先把眼前的人做好，把当下的心修好，多一点慈悲，少一点计较，多一点知足，少一点贪婪，这就是在种弥勒的因，就是在修兜率的净土。等到什么时候，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兜率天都清净了，
那弥勒菩萨自然就从天上下来了。其实他从来也没上去过，也从来没离开过我们。就像他自己说的，分身千百亿，时时是时人，只是我们自己不识而已。